记录百万时光，我是同样的，欢迎来到最新的一期开箱简评。那今天呢，我们在镜头面前一起来把玩分享的玩具呢，就是眼前这款到货了非常长一段时间，然后你现在在拼多多上可以看到啊，价格已经砍骨折了的万智牌和 Marvel Legends 蜘蛛侠联名的这一款战损版的 Peter Parker 蜘蛛侠 Spider-Man。这边的盒子包装呢，也算是海之宝第一次出的这种包装规格，中间开窗的设计上面有 Marvel Legends Series 的 logo， 然后这边是人物的名称 Spider-Man， 中间呢则是万智牌的特殊挂卡特殊的这个收集幻式战斗卡牌，上面呢有它的几个技能，一个是迅雷，就是闪电，然后具体怎么玩，反正有时间给大家去专门做一期万智牌的卡牌的这个介绍虽然我不是大佬但是也曾经组过这个牌组。然后看到背面的话呢，同系列总共就出了4个角色，后续会不会出不知道，但是我这里面入手的是蜘蛛侠和这边的 MJ 是出了这个钢铁蜘蛛侠的版本，在我的10大，就是2025年的这个10大玩具里面，10大 Marvel Legends 的玩具里面排名应该是，我个人觉得应该是第10名啊。整体的这个观感，4款玩具以玩具的层面来说都是不错，但是联合了这个万智牌去发售的时候，整个价格是偏高的。现在入手的价格的话，蜘蛛侠大概2张，MJ 等这其他的角色的话，大概是1张半，大家可以对于这个价格进行一个参考。那话不多说，我们来开箱。好的，本次全部内容物就是这么多，还是惯例的，先360在镜头面前一起给大家去旋转一圈，看一下本体的这个素质。素体方面的话呢，不出意外，80%的零件采用的是之前非常红火的嗜盐虫素体，就像上一期跟大家去分享的蜘蛛侠2099一样，也算是一款这个在嗜盐虫素体上面就是比较优秀的基础上进行改模的这个素体，并不是用的这个 Max 蜘蛛侠的这个素体大家稍微注意一点。整体来说的话，这个身形我觉得没毛病，非常的壮硕。然后头雕一共是给了2颗，身上遍布了一些这个 Peter Parker 在跟其他的反派战斗过之后的战损细节。这些战损细节呢，则是大部分是进行了这个模具上面的刻画。待会儿我们拿进镜头一起来看一下，整体的观感是不错的，关节的紧实感也 OK。那这边呢，反正我们先来掰一掰。素体方面的话呢，其实该有的这个可动性都有啊。嗜盐虫的素体呢，主要胸腰关节的这个切分，再加上腰部的这个转轴，可以让它的胸腰关节非常的灵活，再加上蝴蝶关节前后的尤其是向后的幅度非常大。头部呢，则是我觉得为了兼顾造型，稍微做了一定程度的牺牲。这颗头雕感觉可能天冷了特别的松，有点摇头娃娃的感觉。哑铃型的双头球冠，让它的抬头低头幅度都有，包括还有左右侧头的范围。但很可惜就是抬头的幅度呢，每次做到极限都会有一定程度的回弹，很难做出一个非常伸展的，就是健美操或者说体操的这种跳跃的姿势，很难做得非常的自然。但是也算是 Marvel Legends 里面第一梯队的这个可动素体。下面就是髋关节，尤其是冬天把玩的时候要稍微注意，它有下拉关节，但是非常的紧，这个时候呢最好电吹风吹一下，然后再去把玩。然后其他所有的关节呢都是4条腿的，不是4条腿，4肢都是无孔关节的这个设计，包括小腿部分的这个平转也保留了。虽然会破坏美感，但是在做造型和这个摆可动的时候，这个关节还是很够用的。包括脚尖的这个可动也有做出来，而且我觉得这次脚尖可动的这个阻尼感也是相当不赖，把持力度非常的好，非常的优秀。好，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次比较重点的部分，头雕。首先战1版的这个头雕呢，它是在基础头雕的基础上，基础头雕的这个本来的模具上面，然后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比如说这边的脸颊呢，它是做了一个这个破损的感觉，但是说实话，这个涂装1没有伤痕，2没有做出这个布料撕裂的那种感觉，稍微有些可惜。当然另外一侧的这个头发冒出来的这个感觉做的是不错，
模具上面我会给到一个8分的水平，但是在涂装上面就稍微差点意思了。这个头发呢，好像是一个分件，直接棕色零件粘上去的，所以说在这个边缘上面，它其实做出了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到啊，它在我的手上是多么的松啊，可能是我个人中奖了，不过也问题不大，比较好替换头雕嘛。这一圈呢，需要一定程度的这个棕色、深棕色的自洗液去做一个自洗，才能把它的这个细节的层次给提炼出来。那其次呢，就是在胸口呢，战衣的这个破损，这个地方做的非常不错，划痕破损那全部都是建模，然后最终体现在模具上的这个细节可以摸得到，而不是单纯的这个人体彩绘。包括呢，你看这边大臂上面的这个零件，这个零件呢也是重新开的，你看两边的这个划痕。但问题就是这个肉色看起来实在太诡异了，可能是像僵尸一样腐肉的这个颜色。可能是因为是需要在这个肉色平涂在这个蓝色上面去进行覆盖，所以说整个颜色看起来不太对。需要的是加一点血色之后，然后去平衡整体的这个观感，因为这个地方底色太过于冷色调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感觉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涂装能力的话，去做一定程度的调整，这个观感会好很多。但说实话，这次模具确实是给到位了，大腿上的划痕、破损的这个地方，那全部都是新规，包括小腿这个地方褶皱，然后破洞也都是重新做的。这一点呢，我觉得孩之宝在这一次的玩具里面诚意度都是不错的。包括呢，你可以看到这几道刀口啊，这几道刀口要是放在以前的孩之宝，妥妥的直接给你印刷上去，对吧？把它的素体当乐高小人直接拿来用。但现在呢，你可以看到这个刀口呢，就像我们 DIY 玩家平时做的一样，直接2刀下去做了切削、打磨之后上色，整个边缘平整、干净、利落且好看。如果你喜欢战损的这个版本，又不想自己去改造的话，我觉得这款玩具呢，你既不需要带补土，也不需要太多的这个涂装技巧，拿一些简单的这个自洗笔啊去搞一下，它就可以达到一个90分以上的水平，那非常推荐。那其他的配件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因为这次如果说这款蜘蛛侠200块的话呢，我是非常推荐的，但是如果说它的原竞价大概接近300块的话，我是不太推荐的，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新东西。你要自己改造的话，我觉得花不到100块钱，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这次的这个 Peter Parker 的战损头雕，也是一个新规零件，但是确实不太好聚焦，我们再次尝试一下。这一次的这个头雕呢，在基础的这个帅哥脸上，把这边的这个眉毛打皱，脸颊上啊做出了划痕，包括呢这个青一块紫一块的这个感觉呢，也是拉到位了。这个刀雕呢，我觉得话不多说啊，其实整体的这个质感，只有你自己拿到手上，我觉得才能给到一个比较公平的判断啊。很多朋友呢会觉得孩之宝的这个做工不行，但是我觉得在量产品里面，反正它现在这个数字的喷印技术已经来到了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普通玩家的这个涂装水平一时半会儿无法追上的这个层级啊，我的评价就是这么高的。确实，因为我自己也做涂装嘛，也做这个头雕的这个涂装，我觉得我涂一个战损头很难涂成这个样子，那需要花我非常长的时间。但是呢，我现在很轻松的就能在一个比较平价的这个水平，可以在成品玩具里面去入手，不需要去找手艺人，不需要自己去打印，这样的一个回馈，我觉得是非常 OK 的。而且呢，它喷印之后的呈现出来这个效果，我也不需要再上保护漆了，也没有那种特别油亮亮的那个感觉。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非常之推荐的。那剩下的这个零部件呢，就是大家见怪不怪的蛛丝手、爬墙手，以及射出来的这个蛛丝，还有在这个 Max 极限蜘蛛侠里面，或者说这个极致蜘蛛侠里面的这个盾牌，那都是非常常规的这些配件，包括这张万智牌。万智牌的话，我说了，有时间的话呢，我们再来去解读。而且它这个地方，把这个中文版这个繁体字也全部都带上了，整体来说的话还是不错的啊。整个如果说这款玩具收藏属性是比较高的，对于这个万智牌以及 Marvel Legends 甚至就是蜘蛛侠的多重粉丝来说，算是一个怎么说呢？收藏向的玩具，它可以去定那么高的价格。但是如果说你只是一个把玩党，或者说只是 Marvel Legends 的蜘蛛侠人偶系列的这个粉丝的话，现在你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可能就是它的最好入手时间，因为现在呢还有非常大的这个货量，目前这款玩具落在200块钱。
我个人觉得你再叠个券啊，浇个水啊，可能会就是更加的实惠吧。那今天把玩分享就到这边，你会入手这一款战损版的万智牌和 Marvel Legends 蜘蛛侠联名的这款战损 Peter Parker 吗？下面留言跟我一起讨论分享吧。那我今天视频就到这边，我是推 Hunter， 下期再见，不见不散，记得关注这个频道，拜拜。